女人只是在打丧尸时吃了一颗跳楼的车厘子，下一秒就被噎死在丧尸巢中。再次醒来时，竟然重生成一只5岁的血族小崽崽，更是血族始祖唯一的亲闺女，却因为天生牙口好喜欢咬人，在见到老父亲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奶瓶一丢，直接上嘴啃老父亲的手臂，结果把牙齿给崩掉一颗。自此记仇的小崽崽每天都在想弄死自己的老父亲的108种方式。此时迷迷糊糊中，克洛伊努力地睁开眼皮，首先看到的是2只粉嘟嘟的小拳头，大概4、5岁上下的模样。克洛伊怔了怔，压下心中疑虑。他在一个封闭的汽车空间内重生一回，他成了一只柔弱的幼崽。就在他愣神的时候，旁边的男人注意到了他的动静，惊呼道：“没死没死，还没死呢！”话音落下，驾驶座上的司机开口了：“没死就成，看着点，新鲜的血族幼崽可是能卖出个大价钱的。”知道，妈的，这下发财了。说完，那男人将克洛伊抱了起来：“你可是叔叔的财路啊，可得给叔叔好好活着！”哈哈哈哈！克洛伊小嘴微张，从对方的瞳孔中窥见了自己完整的面貌：黑发、赤瞳、上牙床还有2颗尖牙，血族。克洛伊抓住了这个关键词，随后张嘴猛地咬在面前男人的脖子上，瞬间身前的男人发出惨叫。借此机会，克洛伊迅速跳出男人的怀抱，粉嘟嘟的小手努力地扒着车门。这2人恐怕是人贩子，再不逃可就不知道会被他们带到哪里去了。咔嗒，车门开关被克洛伊成功撬开。就在这个时候，他的后领被粗暴地拎起来，男人嗓音嘶哑：“娘了个巴子的，这小崽子牙还挺利。”驾驶座上的司机顶着一头黄毛，血族幼崽的牙能有多利？自己菜还怪别人。男人情绪暴躁地吼道：“都流血了，这小崽子邪乎得很。”黄毛扭过身来，果然看到他满脖子的血，眼底闪过一丝诧异。克洛伊吐出口中残余的血沫，眸中流露出不属于这个年纪的戒备和狠毒。男人觉得稀奇，抬手按住他的嘴巴。克洛伊垂下眸子看向那只手，自己送上门来。行，他张嘴就狠狠咬下去。操，拿个止咬器过来。克洛伊眼神凶狠，就像只狗崽子一样，死死咬住面前的手掌。等黄毛翻出止咬器递过来的时候，汽车已经完全停了下来。克洛伊见准时机，猛地往车门外跳了出去。外面正下着大雨，电闪雷鸣，身后传来男人恼羞冲怒的吼叫。克洛伊头也没回，迈着2条小短腿往前方跑去。没过多久，身后的男人再次追了上来，一把拎起后领子，随后就将冰冷的止咬器往他嘴上套。克洛伊奋力挣扎，声音含糊不清：“放开我，放开，咬死你们！”男人尝试着戴了许久，结果还是没戴上去。妈的，拿块抹布过来给他嘴巴堵上，这止咬器太大了，戴不上。闻言，克洛伊挣扎得更加用力，随后偏过头咬住男人的手臂。男人吃痛嘶吼出声，刚想抬起巴掌往克洛伊脸上扇，却又怕不小心扇死断了财路，只得半道停下。豆大的雨滴打在幼崽娇嫩的肌肤上并不好受，但克洛伊偏偏一声不吭，牙齿陷进去人类的皮肉，逼得人类不得不放手。克洛伊再次摔在地上，他沉着一张小脸迅速起身，再次向前狂奔，不管能不能逃走，总归是要试一试。他堂堂末世最高指挥官，怎么能刚一重生死在人贩子手上？可惜雨天路滑，克洛伊没跑多远就摔了一跤，身后脚步声逐渐逼近。克洛伊磨着尖牙，盘算着到时候再狠狠咬上一口。就在这时，前方响起一阵翅膀扇动的声音，只见昏暗的夜空中，一道人影悬空而立，他背后是一对巨大的蝙蝠翅膀，赤瞳在黑夜中分外显眼。身后那2个男人瞬间停下脚步，面露惊恐：“该死的，怎么这么快就追上来了？跑，快跑啊！”但已经跑不掉了。成年血族的力量不容小觑，扇动着翅膀俯冲下来的速度极快，几乎是一息之间就将那2个男人撕成了碎片。那成年血族一身黑色西装，极其笔挺，声音懒散：“就这么点本事，居然就敢绑架始祖的幼崽！”克洛伊在他身上嗅到了极其危险的气息，这个人不能接近。意识到这点，他在成年血族看过来之后，立刻做出凶恶的表情，眼神警惕，一点点向后挪动着。那成年血族却是讶异的挑起半边眉毛：“哟，长着那么2颗牙齿吓唬谁呢？”说着便走向克洛伊，想将他抱起来。“不要怕，我可是奉始祖的指令来。”克洛伊压根没心情听他说话，早在这人凑过来的时候，他就狠狠一口咬了下去。成年血族忍着剧痛掐住克洛伊的腮帮子和下颌，将脑袋往后推走。我的个乖乖，现在的幼崽都这么厉害的吗？咬一口忒疼。刚刚醒来的克洛伊本就心情不畅，又被那2个人贩子折磨到现在，如今警惕心空前高涨，一双赤瞳死死盯住成年血族，似乎是看出了克洛伊的焦躁。成年血族不敢再轻举妄动，柔声劝道：“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但是先请你不要生气。我叫柯文，我是来救你的。”克洛伊还是一脸戒备地问：“救我？”“对。”柯文慌忙点头，刚才接到养育中心的电话，说是丢失了一只纯血幼崽，始祖大人这才派我出来营救的。克洛伊眸底闪过深思，纯血、血族、幼崽、王，他重生之后的到底是个什么世界？克洛伊被带回血族领地之后，仍旧不肯放松警惕，专门的养育室里没有任何人能靠近他，凡是靠近的都会被这只血族幼崽咬得血肉模糊。直到过去大概1周，他缩在治疗舱内，通过透明材质的舱门观察着外面的所有。克洛伊上辈子一直在末世中挣扎求生，警惕几乎是刻在他骨子里了的，现在也是一样。
经过这么多天的观察，他现在已经足够了解这个世界，这里是血族领地，而自己就是血族中数量最为稀少也最为尊贵的纯血血族。纯血血族幼崽时非常柔弱，但成年之后攻击力惊人，这点参考血族的王第4代始祖大人。据说这个始祖好像还是自己的爹。就在克洛伊陷入思考的时候，面前的舱门传来笃笃的敲击声。克洛伊抬起脑袋看过去，发现那是柯文，他依旧是一身精致笔挺的西装，头发打理的随性又潇洒，手上端着一盘小蛋糕，扬起笑容在克洛伊面前晃了晃。克洛伊冷冷地看着他，粉嫩的唇中吐出2个字：蠢货。听到这话，柯文脸上露出无奈的神情。喂，你这小崽子怎么那么没有礼貌？是我救了你，也是我整天来这里看你，你就是这么对我的。男人脸上露出受伤的神色，表情夸张。克洛伊静静看着他表演，同时也在心里思考自己是不是做的太过了。这个人好像还算不错。这么想着，克洛伊伸出自己偶一样的小手，敲了敲舱门当作回应。见状，柯文很是惊讶，随后双眼放光的打开舱门，试探性的把蛋糕递给面前这个彪悍的血族幼崽。克洛伊许久没有吃过这样香喷喷的食物了，末世中资源匮乏，这一块小蛋糕对于他来说确实是有不小的吸引力。只可惜这蛋糕还没到手，门口忽然传来血族护士长的尖叫：柯文，我的老天爷啊，快把蛋糕放下！柔弱的纯血血族幼崽是不能吃这种垃圾食品的。话音落下，柯文后背上就挨了一板子。柯文吃痛，连忙往边上躲去，一边躲一边抗议道：他还柔弱，他都快把我咬成移动血库了还柔弱。听见这话，克洛伊垂着眸子，伸出手摸了摸自己的尖牙，软的也不尖啊。他看向柯文那只缠满了止血绷带的手臂，眼底露出疑惑的神色。护士压根不理柯文，自言自语道：说来也是奇怪，按理来说血族幼崽都是很柔弱的，纯血幼崽更加，但是克洛伊平静下来后，养护中心的医护人员给这只纯血血族幼崽做了测试，结果发现它的獠牙坚硬程度是普通幼崽的10倍以上。这是什么概念？就相当于在别的幼崽还在吃辅食和果泥的时候，克洛伊就可以凭借那2颗獠牙把一头野牛撕扯开。恐怖如斯。他往克洛伊胖乎乎的小手里塞了一个奶瓶，里面装着的是专门给血族幼崽喝的人造血。克洛伊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嘬了一口。对于喝血这件事，他心底还是有些抗拒，但身为血族的天性作祟，他觉得奶瓶里装着的人造血比小蛋糕还要香甜100倍。小小姐乖乖穿好衣服，王要来看你喽。护士长说着，转身走了出去。他嘴里叼着奶瓶，颇有些迷茫地抬起头来，随后看向柯文。王见护士长走了，柯文便往桌子上一坐，笑道：是啊，我们小小姐的爹地要来了，开不开心？这样故意夹着嗓子哄小孩的语气让克洛伊感到一阵恶寒。他低下头专心摇奶瓶，他的爹爹如果真想要见他，早在自己被人贩子抓走的时候就应该赶过来了，而不是等到事情发生这么久之后才姗姗来迟。克洛伊心想，他这个爹爹也不怎么样，估计对他也不怎么上心。柯文觉得他沉着一张粉嘟嘟的小脸，不知道在思考什么的神情特别可爱，便逗弄道：小家伙在想什么？克洛伊脱口而出：在想渣爹。与此同时，门外传来一道低沉冷淡的声音：你说什么？啪嗒一声，克洛伊手里的奶瓶掉落在地上。柯文神情一肃，慌忙从桌子上下来行礼：始祖大人。克洛伊先是从治疗舱内出来，蹲下身捡起地上的奶瓶，这才抬头去看这位据说是自己爹爹的人。他长相极其俊美，与克洛伊如出一辙的黑发赤瞳，长长的黑发蜿蜒在腰际，表情冷淡。始祖大人目光平静地低头看着还不到他膝盖高的小奶团，嗓音低沉磁性：你刚才说什么？再说一遍。克洛伊在他的身上感受到了巨大的压迫感，这样的感觉让他极其不好受。准确来说，克洛伊不喜欢任何比他强大的存在，这样会让他产生危机感。同理，面前这个爹爹也让他十分难受。克洛伊下意识抱紧自己的奶瓶，以一种警惕的姿势向后退了几步。躲什么？始祖大人问道。接着他走向克洛伊，那破人的威压刚一靠近，克洛伊全身的毛都要炸了起来。他躲开男人的触碰，走开。柯文慌得不行，提醒道：始祖大人，幼崽受不了您的威压。男人身形一顿，站在原地不动了。紧接着，那让克洛伊感到不适的气场也随之消散。他警惕地盯着面前的男人，怀里的奶瓶倒是一直抱着没有撒手。泽维尔此前一直觉得幼崽是这个世界上最无趣最柔弱的生物，随便一根手指头都能捏死，但现在看来，他的目光落在幼崽因为愤怒不自觉露出来的尖牙上。泽维尔扯唇笑出声来，他将克洛伊一把捞起来，伸出手臂，冷声命令道：咬下去。克洛伊一脸懵逼，这人有病。垂眸看着自己面前这只苍白静脉明显的手臂，心说不咬白不咬，当机立断张开嘴咬了下去。咔嗒一口下去，克洛伊隐隐觉得有哪里不太对劲，这声音是不是有点太响了？下一秒，有什么东西从克洛伊嘴巴里掉了出来，他循着声音看过去，那是一颗牙，顶端尖尖，属于克洛伊自己的牙。克洛伊一时间愣住了，他从前无往不利的牙就这么断掉了，开什么玩笑？就在他愣神的那一刻，头顶传来一声嗤笑。克洛伊骤然回神，表情凶狠：笑什么笑？笑你牙齿掉了。泽维尔漫不经心地说道。他摸了摸自己手臂上被血族幼崽啃破掉的那一层皮，眼底闪过一丝深色，说话语气却很轻松：血族幼崽下一次的换牙期在7年以后，这段时间辛苦你一直豁着牙了。落下这句话之后，泽维尔唇边罕见地勾起笑意，饶有兴致地观察着这只幼崽的表现。克洛伊从地上捡起自己的牙，7年之后他多大？13岁，这7年难不成都要他豁着一颗牙吗？克洛伊心里涌起莫大的怒火，他肉嘟嘟的手掌攥紧了牙齿，随后猛地往泽维尔扑了过去。
狗东西，我要咬死你！5岁幼崽的个子矮小，猛然扑过来，就像是一个全速移动中的小炮弹。泽维尔轻而易举地抵住克洛伊的脑袋，声音平静：“自己实力不够，怪别人。”克洛伊一张包子脸皱在一起，控诉道：“是你要我咬的，泽维尔，我可没有说要你咬这么用力。”事实上，他也没有想到自己的手臂竟然会被咬破皮来。他贵为血族始祖，皮肤和牙齿的坚硬锋利程度都是金字塔顶端的存在，就算是其他的纯血族上来咬他一口，可能连这点破皮的程度都不可能留下。这只幼崽倒是出乎意料的厉害，虽然说代价是磕破一颗牙。泽维尔看着幼崽故作凶狠的表情时，嘴里露出来的那个异常显眼的豁口，没忍住又笑出声来。见状，克洛伊彻底被激怒，再次向前扑过去。柯文眼疾手快抱住了他，克洛伊下意识就要往他的手上咬，但是转念一想，硬生生忍住了，只是冷声道：“你放我下来，我今天一定要咬死他。”柯文悄咪咪看了一眼他掉落下来的那颗牙齿，咳嗽了几声：“冷静，小小姐，根本冷静不了。”克洛伊被困在这个5岁幼崽的身体里，心智或多或少会受到一些影响。他现在决心要为自己掉落下来的牙齿报仇。泽维尔恢复了之前冷若冰霜的模样，微俯下身来，语气不急不缓：“等你实力足够的时候，再来找我报仇吧。”男人说这话时，语气是十足的轻蔑。说完之后，泽维尔直接转身离开了这间养育室，大门被关上。克洛伊终于被柯文放下来，幼崽表情极其凶狠，显然生气到了极点。柯文连忙安抚道：“始祖大人他只是脾气古怪了一点，其实他还是非常喜欢你的。”克洛伊硬邦邦地说道：“我不需要他喜欢，这个自大高傲还喜欢欺负幼崽的神经病，等他长大了，非得把他的手给咬断。”柯文企图扭转克洛伊对王的印象，刚想开口，就听见面前的幼崽开了口：“我决定了，我一定要变强。”柯文一愣，有些欣慰：“这是当然，克洛伊，你相信我，不出100年，你绝对会是我们血族。”不等他说完，气呼呼的小奶音说道：“然后干死爹爹！这个毒牙小吸血鬼是血族始祖的亲闺女，因为老父亲让他测试咬合力时，意外崩掉一颗牙齿。记仇的小崽崽每天都在想着如何暴揍老父亲。为了变强，小崽崽白天艰苦训练，晚上熬夜看书，不曾想因为翅膀没长出来，就被老父亲从天台上丢下去。此时，柯文把克洛伊从幼儿园内接回庄园，张兮兮地问道：“知道待会应该怎么做吗？”克洛伊点头：“知道。据说爹爹是要亲自教导他作为血族应该学会的本领。”克洛伊很期待，同时也觉得很刺激。等他学成归来，他就要把爹爹从始祖的位子上踹下来，给自己的牙齿报仇。柯文一看他的脸色就开始害怕：“小小姐，你悠着点，千万别真的把始祖大人惹生气了呀！毕竟王一向讨厌幼崽，如果不是因为克洛伊的天赋，就算克洛伊是王的直系血亲，恐怕也得不到王的重视。”两人一路往前，终于到达了庄园最顶层，同时也是始祖大人日常办公的地方。大门被打开，克洛伊走进去，顶着那张浴血可爱的包子脸，和办公桌后面的泽维尔对视着。不知这样干瞪眼了多久，泽维尔垂着眸子，声音冷淡道：“小豆丁，脖子扬起来这么久，酸不酸？”他咬了咬牙，总有一天长得比你高，那我拭目以待。说着，泽维尔坐在椅子上，朝克洛伊伸出手：“过来。”克洛伊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扒着椅子边缘，坐到了男人的腿上。这是要做什么？就在克洛伊疑惑不解的时候，泽维尔慢条斯理地翻开一页书：“认字吗？认字，那就把这本书看完。”克洛伊狐疑地看了他一眼，捧起那本比他脸还要大的书，看了几页之后，发现这里面记载的都是各种晦涩难懂的咒法。虽然晦涩，但克洛伊还是能够准确无误地读出来。听到幼崽的读书声后，泽维尔眼睫微动：“我改主意了。”克洛伊不明所以地抬起脑袋：“看完全书对你来说还是太简单了。”泽维尔目光落在幼崽雪白圆润的小脸上：“给你3天时间，把这本书全部背下来。”克洛伊攥起拳头：“你这个为老不尊的王八蛋！”泽维尔用力捏了一把克洛伊的脸颊：“你这个不懂得尊师重道的毛头小子！”两人再次陷入互相瞪视的死循环。见状，柯文提起的心终于落回了实处。看来王确实是很喜欢克洛伊这个幼崽了。那本书的确非常厚，也非常难懂，别说是5岁的幼崽了，就算是成年人都不一定能看得进去。然而此刻的克洛伊却坐在沙发上，神情严肃，手里捧着那本砖头厚的大部头咒文书。泽维尔就坐在他的对面，手中无意识地转着一支钢。不知过了多久，泽维尔突兀开口：“会背了吗？”克洛伊把脑袋从书后面抬起来，面无表情：“不会，真不会，假不会。”克洛伊不回话了。见状，泽维尔站起来，俯下身，慢条斯理地把书从幼崽手中抽出来，翻开之后，冷声说了一个字：“背。”克洛伊闭着嘴巴，一个字都不往外爆，等了许久都没听见声响。泽维尔把书放下：“你不想在我这里背？为什么？”克洛伊却不回答他这个问题，只说道：“我要去找柯文背书。”泽维尔冷冷看了他一眼，威胁道：“若是不背，你另一只牙齿也别想要。”果然不出意外，听见这句话之后，克洛伊明显被惹恼了，他恶狠狠地瞪着泽维尔，但是没有得到一点回应。克洛伊仔细权衡了一下，觉得以自己目前的实力，是肯定伤不到泽维尔的，所以他必须变强。克洛伊不情不愿地在泽维尔面前背完了前5页咒文。泽维尔眸色有些深，他把书合上，让克洛伊离开，并叮嘱他这段时间不能懈怠，他随时都会来检查克洛伊的背诵情况。克洛伊接过书本，敷衍地点了一下头，随后就迫不及待地离开了泽维尔的办公室。等到幼崽完全消失在他的视线中后，泽维尔不知是想到了什么，抬手叫来了柯文：“始祖大人，有什么吩咐？”泽维尔指尖夹着钢笔看向柯文：“我的幼崽好像很喜欢你。”这声音不便息怒。柯文背后画下冷汗，硬着头皮说道：“兴许是因为属下曾在第一时间救下过小小姐。”泽维尔眼眸微垂，看着地上的伤：“只是因为这个？”柯文一阵语塞：“应该。”话音落下，泽维尔便没有动静了。
他在思考幼崽被抓走的那日自己在做什么，似乎是在处理公务。泽维尔觉得自己做的不对，没有任何一个合格的父亲会把才5岁的幼崽丢给养育中心，并且在幼崽被拐走的情况下都不亲自出面。同时他也意识到，如同克洛伊那般天才的幼崽，就算不是因为私情，他也应该为了血族的未来好好照顾他。思及此，泽维尔低声问道：“5岁的幼崽一般喜欢什么东西？”这句话一出，柯文的唇角就不受控制的勾了勾。看来这对父女的关系压根就不需要他操心。这件事情克洛伊并不知情，他只知道第二天自己收到了一个骷髅抱枕，坚硬的人类骨架，保存完整，应该是经过了血族的特殊处理。这骷髅非常牢固，不会轻易溃散。克洛伊看着这具比自己还要高的骷髅，语气冷静地问门外的仆从：“你确定这是一个抱枕？”“是的，小小姐。”仆从的语气十分平静，细听之下还有些骄傲。这是血族近几年最畅销的幼崽玩偶，大部分幼崽是拿来当抱枕的。当然，小小姐放心，这些骷髅的来源非常正规且合法，是我们早就同人类世界签好合同了的。克洛伊简直无语了，我担心的是这种东西到底为什么能拿来当抱枕？抱在怀里难道不觉得硌手吗？他抬起头来，发现面前的仆从在听到他这句话后脸上露出了明显的茫然。克洛伊就知道这个问题绝对是过不去了，他干脆放弃，没什么，你走吧，骷髅我收下了。能问一下这个骷髅是谁送我的吗？仆从立刻扬起笑脸，是始祖大人。小小姐，始祖大人非常疼爱您呢。很好，又是他，想要干死爹爹的叛逆想法愈加强烈了。克洛伊把门拍上，看着面前的骷髅嫌弃的不行，谁家正常小孩会喜欢骷髅？但是转念一想，这里是血族，说不定人家血族的审美就是这样的，理解是能理解，但克洛伊到底不敢苟同。他努力地把骷髅搬到了房间角落，眼不见心不烦。做完这一切之后，克洛伊重新爬上床，趴在被褥上开始看那本厚重的咒文书。泽维尔给了他3天的时间，虽然克洛伊很讨厌这个爹爹，但是他会努力用3天时间背下这本。于是乎，在接下来的几天，无论是在庄园还是在学校，克洛伊逮住机会就从自己的蝙蝠小背包里拿出那本大部头书籍，认真背诵。3天时间很快过去，泽维尔即将来检查克洛伊的背诵成果。泽维尔敲响克洛伊房门的时候，他正窝在被子里面睡觉。泽维尔坐在窗边等了一会，直到太阳升起来，他才伸出手去推熟睡的幼崽，几乎是手一碰上，克洛伊就立刻睁开了眼睛。清醒过来之后，克洛伊见床前的人是泽维尔，便放下警惕心，转而从枕头底下把书拿了出来，随后打着哈欠说道：“需要我从头开始背吗？”“不用。”泽维尔翻到第6页，从这里开始。克洛伊一顿，迅速在脑海中搜寻到第6页的咒文，十分流畅地开始背诵。这本书太厚，除非一整天不吃不喝，否则1天时间根本就背不完。泽维尔看着对面连头发都没梳好就开始噼里啪啦背书的幼崽，心里泛起一阵异样，他是不是太严格了？但是很快，克洛伊就亲手打破了他的这个想法。在背完一大半之后，克洛伊喘着气，抬起眸子挑衅地看向泽维尔：“真是太简单了，我不明白你布置这种作业给我的意义何在？”泽维尔把咒文书一合，抬手把幼崽从床上拎了起来，反正也没有继续背下去的必要了，毕竟看样子这只5岁幼崽应该是已经把这本书全部背下来了。克洛伊非常不满他这种动不动就拎着厚衣领子把他整个都提溜起来的行为。“你松开我！”泽维尔充耳不闻，他躲开克洛伊试图攻击的爪子，说道：“你最近都在熬夜。”克洛伊倔强地看着他：“那又怎么样？不用你管。”泽维尔语气冷静：“当然要管，我是你父亲。”“哟，现在知道你是我爹了。”克洛伊阴阳怪气，泽维尔眸子闪了闪，最后选择沉默。他依旧拎着克洛伊的厚衣领子，强制性把幼崽按住，在对方的脸颊上抹着什么东西，滑腻腻的，很不舒服。克洛伊放肆挣扎，好不容易能喘口气之后，他不可思议地看向泽维尔：“你往我脸上抹猪油？”尊贵的始祖大人第一次感到头疼，解释道：“这不是猪油，这是给幼崽用的儿童霜，还有除黑眼圈的药膏。”闻言，克洛伊疯狂擦脸的动作停了下来，狐疑道：“真的？包真的？”得了这句保证，克洛伊勉强安分下来。好吧，今天幼儿园放假，我需要做什么？他还记得自己要接受血族特训的事情。泽维尔看着他：“跟我来就行。”说完这句话，他将克洛伊抱起来放在怀里，走出了房间。克洛伊倒也没有抗拒，而是乖乖地趴在爹爹肩膀，观察庄园的一草一木。泽维尔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一大堆人将目光投到他怀里的幼崽身上。克洛伊没有丝毫害怕的表现，他甚至会朝着这些人露出甜甜的笑容，而这些都是泽维尔享受不到的。他开始反思到底是哪一步出现了差错。没过多久，他们就到达了庄园地底的一间训练室，这里摆满了各种克洛伊叫不出名字的奇形怪状的器具，让克洛伊隐隐有些兴奋。“这是什么？”他问道。泽维尔声音平静：“始祖血脉专门给后辈打造的训练室，看到那些模拟舱了吗？那是模拟战斗时需要用到的。进入模拟舱之后，我们通常会把痛觉感知调到100%，用以刺激自己的毅力，做到全方位模拟战斗。”克洛伊看着不远处的模拟舱，有些好奇：“模拟舱技术很先进吗？”“确实非常先进。”泽维尔回答，“但这种技术并不是血族独有，其他种族也有，唯一不同的是，只有血族会让幼崽使用这些机器。”听到这话，克洛伊评价道：“丧心病狂。”泽维尔不置可否，血族向来是优胜劣汰最为严重的种族。泽维尔没有再继续想下去，而是问道：“要去试试吗？”克洛伊嘴上说着丧心病狂，但现在听到这话，他还是兴奋的点头。看着幼崽这副模样，泽维尔扯唇笑了一下，然后说：“不准。”克洛伊瞬间愣住：“为什么？”泽维尔将他抱在另一架机器上：“因为你是幼崽，承受不住模拟舱这么痛苦的感知。你不是说血族幼崽都会进入这个模拟舱吗？”泽维尔点了点头：“是这样没错，但是5岁到20岁对于寿命悠长的血族而言，都属于幼崽范畴。”泽维尔给克洛伊戴上头盔之后，他所听到的声音就变得沉闷起来：“不要急，等你到了13岁，我会安排你进入模拟舱练习，到时候你的豁牙应该也长好了。”克洛伊攥紧拳头，豁牙这个梗是过不去了吗？但紧接着他就听到耳朵里传来熟悉的炮弹声，这些声音格外密集，在克洛伊的耳中轰然炸开。说不吓人是假的，但克洛伊上辈子一直都是和这种声音作伴，所以他并不觉得害怕。
甚至还在分析这些声音哪些属于大型武器，哪些属于小型武器。朦胧中，外面传来泽维尔意外的声音：“居然不害怕吗？”这个年龄段的幼崽是听到烟花爆竹声都会被吓哭的程度，但是看克洛伊悠然自在的样子，显然并不害怕。泽维尔抿了抿唇，在座椅旁边按下按钮。与此同时，克洛伊看到他戴着的头盔上出现一只断掉的、血肉模糊的手臂，大概是脑内投影技术。克洛伊稍微惊讶了一瞬，但很快镇定下来，这估计是在他脑内模拟出的战争视频，画面极其真实。克洛伊总感觉自己鼻尖似乎萦绕着某种去除不掉的血腥味，不过像这种画面都已经是克洛伊上辈子司空见惯了的，甚至上辈子还要更恐怖一些。不知道过了多久，克洛伊都快等在里面要睡着了，画面和声音才停下来。5岁的小幼崽安安静静地坐在座位上，看起来分外淑女和乖巧。泽维尔帮他把头盔取下来，克洛伊一抬头就看到他手里不知道什么时候拿了一个高脚杯，此刻里面盛了一半的新鲜血液，和他之前闻到的一模一样。原来不是视觉产生感知，只是这个家伙趁他在忙偷偷吃毒时，克洛伊移开目光，不在里面前的爹爹，继续尝试着训练室的其他器具。泽维尔看着幼崽忙碌的背影，陷入深思，居然一点心理阴影都没有留下。泽维尔稍微有些讶异。接下来的几天，克洛伊只要一有时间就会往这间地下训练室跑，什么都要碰上一遍。不足人膝盖高的幼崽，双手托举着比他整个脑袋还要大的离子炮，对准不远处的靶子不停射击，并且准头极佳，每一次都是正中红心。柯文站在泽维尔的身后，摸着下巴说道：“这完全不需要我们动手教啊，始祖大人，用不用给小小姐发一把配枪？她好像很喜欢这种热武器，不安全。”泽维尔淡淡道：“幼崽就要有幼崽的样子，整天带着那些武器打打杀杀的，成何体统？”他不敢多想，闭上了自己嘴巴，专心看小小姐训练。等到克洛伊从训练室出来的时候，众人发现他居然连一滴汗都没出，浑身上下清爽的不行。柯文讶然：“纯血族都不出汗的吗？”泽维尔淡淡瞥了他一眼，柯文瞬间不说话了。克洛伊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没有出汗，按理来说，经过这么多轮训练之后，他早就应该感到精疲力竭，甚至大汗淋漓了。可是没有，克洛伊甚至觉得自己大概还能绕训练场跑上几圈。泽维尔倒是没有说其他的什么，问道：“后背痒吗？”克洛伊不明所以。什么？说着伸手想去摸自己的后背，精力发泄不完，你的翅膀要长出来了。泽维尔说道。话音落下，克洛伊立刻就想到了和柯文初见的时候，对方背上那硕大的蝙蝠翅膀，他顿时眼睛一亮。我也会有吗？所有血族都会有。泽维尔说道。翅膀不长出来，你的精力就永远发泄不完，因为翅膀的长出需要大量精力。每一只血族幼崽长出翅膀的那一刻，都是他们人生的转折点。泽维尔抱起克洛伊，朝着楼上走去，来到了庄园天台上。